这撞的不轻啊！可不呗，谁在店了？赶紧报个警！真是的。快呀！你们谁给帮帮忙？看来岁数不小了。糟了，哎，快，怎么没人动啊？这怎么了？让车给撞了。谁撞的？一个电动车跑了。这，你想想，这得赶紧送医院呀！是啊，谁打120了？那大家伙帮把手，把老太太扶去医院。您帮把手啊！腿不行，我弄不动啊我。李涛，快来帮个忙！慢点，慢点，慢点。赶紧吧！看看人家，不是不管吗？你是，这不都怕碰瓷儿吗？这要粘上你怎么办？没办法，这看人家俩小伙子不错嘛。哎，是。你是病号家属吗？是啊，我不是家属，我来这儿干什么？哦，太好了，你们终于来了。这是我们帮你垫的医药费，上面有我的银行卡号。那个完了，你打给我就行了，我就赶紧走了。啥意思？你给我说明，你什么意思啊？那个你们要是这2天太忙的话，那过2天打给我也行，我得赶紧走了。你把话给我说明白。给你打钱，我什么事都不知道，我给你打啥钱？你真是的你。妈，你老这是怎么了？让车撞了？他人呢？他谁撞的？行了，你别在这吵了，先听我说啊。这律师说了，这个官司肯定能有，不过有一个条件，咱们要齐心合力，别这一个说法那个一个说法，这回头来回来去的，咱可就把人迷了。咱们就按照二哥这个意思走，一口就他妈咬定了，就是他把他妈给撞了啊！不是咱一口咬定他，关键是老太太，咱咬他管他妈什么用啊？出的车祸现场谁看见了啊？谁在现场了？你不说咱妈一睁眼不就是指挥那小子吗？啊！再者说，当时警察不在跟前吗？啊，也做了笔录了啊！这小子他能跑啊？啊！我跟你说啊，他肯定跑不了。关键是啊，他怎么赔？咱不是都已经定了吗？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老太太要是真不能动了，这辈子就他管了。哎呀，大嫂，这医药费跟护理费能有几个钱啊？那都有数的，你知道不？啊，关键是后面以后给咱们能拿多少钱？那还用问呐？问多了要啊！哎，一句话啊，打今儿开始，咱老太太就归他了。对，对。哎，二嫂，照你这么说，那以后咱妈的赡养费，咱都不用出了，是不是？那是。老大，你可说话呀！老大，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过老大呀？你们定吧，反正我就一停，别让我出钱。我们一家3口，2个无业，1个待业，家里是任忙不缺，缺的就是钱。你能不能别把自己整得那么惨，行不好啊？谁不知道你在外面倒腾核桃啊？真正的好核桃，那一对能卖好几万呢。你给呀？不是老三，你说话可倒轻巧，你以为那倒腾核桃是玩啊？啊？哎，你睁眼看看我这手，啊？为了挣俩养老钱，就差把我自个儿都泡进药水里了。得，算我没说，行吗？啊？你们是32床家属吧？是啊，有事吗？今天晚上得有人陪床啊！陪床？这我们都忙得要死了，
谁有功夫在这儿熬一宿啊？那就请个护工。谁花钱呢？你出啊？你们自己商量吧。哎，哎，老三，请就请，那小子不是交了住院押金，从里面扣。哎，别，这后面还指不定要花多少钱呢。他的那点押金根本就不够。我那么琢磨着，咱们就直接跟着他去要。这是陈晓家吧？是你们？啊？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跑家里躲灾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片儿，我哪条道都有人。想知道你在哪住，这很容易。你听明白了吗？你们想干嘛？你们想必是那老太太的家属吧？来，先坐。哎呀，二哥呀，你看看人家啊，这是书香门第啊，这沟通起来太容易了，是不是啊？既然事儿已经出来了，有什么想法，咱们互相沟通一下。想必这位大姐就是陈晓的母亲吧？啊，对，我是。那太好了，陈晓是在校的学生，社会好多事儿呢，跟他沟通起来忒费劲。既然您在，我们就把那天的事儿啊，跟您念叨念叨。啊，行，有什么想法您就说出来。陈晓可能也跟您都说了，我们家老太太在医院躺着不能动，这最后的结果该如何，大夫也说不好。我们的要求呢，陈晓他心里明白。说实话，我们也不是胡搅蛮缠的人，凡事也都通情达理，也知道轻重缓急。眼下最实在的就是老太太住院治疗得需要钱，陈晓他卡里没有那么多钱。啊，大姐啊，是这样啊，您看呢，我们家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这躺在床上动不了，这没人伺候可不行啊。再说了，我们这兄弟媳妇儿那忙得要命啊，我们要是请天假，哎呦，那误工费啊海了去了。那你们的意思呢？哎呀，很简单，你们呢家里就掏点钱儿，雇一个人在这护理我家老太太啊。这样，医院的那边呢，我们来解决，请护工的事儿，咱们再商量商量。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这怎么的？不想掏这个钱呐？你们啊？回去没你的事儿。怪不得。啊？大哥，这是啥意思？这没什么。那个这样，明天一早晨呢，我就让陈晓上去医院去交费去，你们看行吗？哟，这恐怕不行。您明儿去，那今天晚上怎么办？我们家老太太不能一个人躺在医院，都得尿在床上，您说是吗？对。你们这么说就是不讲道理，那是你们的长辈，你们就该伺候。你是什么意思啊你啊？我他妈早就想揍你！走，咱有话慢慢说，走，去看你。陈晓，还记得我吗？哦，记得。阿姨你好。你好。今天啊，陈晓来找过我们，所以……那快请进吧。有客人啊。您来的正好，他们就是老太太的家人，来要钱的。要钱？什么钱？你算干啥的啊？跟你有关系吗？你还真问到点子上了，这事儿啊，还就归我管。阿姨，今天陈晓啊去基金会陈述了情况，我作为基金会常年的法律顾问，已经正式的接受了基金会的委托，来调查这件事情。这是我的名片。你们要是有什么要求和疑问的话，可以直接向我提出来，我会跟我的当事人协商之后，再向你们做出答复。
哼，律师，想拿律师的头衔想压着我吗？第一，没人想压住你们；第二，这是在我当事人的家里，请你们注意你们的措辞。哎呦呦，我好怕呀我！哎呀，哼。来，喝水。我刚才跟我的当事人协商了一下，我的当事人明确了几点意见。第一，他并没有撞伤任秀英，而是他在被撞之后没有人理睬的情况下，出于好心把他送到了医院。扯淡！不是他撞的，是谁撞的啊？啊！第二，他要求任秀英的家属返还他为救治任秀英而垫付的医药费和住院费押金。啊？你什么意思啊？啊？第三，他保留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名誉和权益的正当权利。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他的要求我将会以书面形式传达给你们，请吧。倒打一耙的，是不是？我们就不信这。你要干嘛？我再说一遍，请你们立即离开。怎么想赖账？怎么你们还吵吵起来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哎，你是谁啊？市公安局刑警队李凯。行，啊，媳妇儿，老三，咱们走。刚才这警察同志，啊，现在这件事啊，全由我负责，与他无关。啊，那快坐吧。妈，您看见了吗？人家这才叫专业呢。那说不赔就不赔了，人家能同意吗？阿姨，赔与不赔啊，不是他们说了算，也不是咱们说了算，一切啊要以事实说话。如果陈晓真的没有撞伤那位老太太，我们为什么要赔偿呢？如果赔钱，从逻辑上讲，反而会成为对陈晓不利的证据。说得好。爸，您出来见见王律师吧。啊，陈晓是我儿子，我是他父亲。你好，王雨佳，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请坐。哎，听见了你不说出来帮我说句话，还扎在你那书堆里，要你有什么用？靠吵嘴就能分辨出是非，这个世界就太简单了。我看呀，就你简单，这天塌下来跟你也没关系。科学早就证明，天是塌不下来的，塌的是你心里的那片天。行了，你们接着聊，我还有我的事儿。我这老头子呀，就这怪脾气，你别介意啊。没事的。你爸这人挺有意思的。大家都说他是个怪老头，您别介意啊。怪？怎么个怪法？他大学毕业以后呢，就留校任教了，也在做着各种跨学科、跨领域的各种研究。但是呢，他从来不发表著作论文，所以到现在也没评上教授。学校好几次想把他末位淘汰掉，但是学生们呢出奇的喜欢他。他要是搞个讲座什么的，肯定是爆满。那他为什么不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您是不知道，现在要想发表个著作论文什么的，不是那么容易。尤其他那些东西呢，受众面又窄，要是想发表呢，就得请客送礼什么的。不过按照他的说法，搞科学研究是他的兴趣和爱好，不是工作。他也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去请客点头哈腰的求人了。哎，陈晓，你是不是觉得你受你爸爸的影响很深？不知道，他平时很少教育我，如果有的话，也是潜移默化的吧。哦，今天来之前啊，我们商量了一下你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必须要把它彻底的摊开，不要私下的跟他们进行交涉和协商，必须要旗帜鲜明的坚持你的主张。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承认；不该承担的责任，我们也不能接受。但是前提啊，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还原真相，证明你的行为就是见义勇为。对，我找你们就是这个意思。好，
既然咱们双方都没有异议，那明天上午你就到基金会来签一下委托书吧。好，再见。是他那几个儿子追你来的吧？不是，那你？我刚才悄悄来看过他，才知道老太太没人陪，再怎么着也不能让她饿着吧。你呀，就是心太善。你看他那几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刁，没人管他，连护士都看不下去了。这白天吧，我还能帮着伸把手，这到夜里可咋办呢？我陪。你陪？这又是屎又是尿的，他会让你帮他弄？副市长，蹲着那小男孩是陪床的家属吗？我跟你说，那样，那他在这蹲一宿，有可能。把意思给我。坐吧，小伙子。谢谢啊，我可不累。坐吧。疼死我了！老太太疼得厉害。奶奶，您哪儿疼啊？要叫大夫吗？你走吧，你走吧，走吧。医生，你们赶紧去看看吧，32床疼得直哭呀。老太太够坚强，那个部位做手术，麻药劲儿一旦过去，就是连年轻人也受不了。小金，按医嘱给药吧。手术疼痛还得持续2天，如果有家人在身旁安慰着，跟他聊聊天，打打岔，疼痛就没那么明显了。老太太已经给您打上止痛药了。谢谢啊。奶奶，您要是疼得厉害呢，您就跟我说说话。你走吧。您要是没劲儿说话呢，您就听我说，只要别想着伤口。你走吧，走吧。奶奶，我只是想……你在这儿我就更疼了。走吧。那我就在门口，有事您就让别人叫我。那有事您叫我。他好点了吗？药力得过一会儿才能生效。我想陪他说说话，可是他不让我陪。你做的够多的，
别熬着了，回家吧。放心吧，今天有我看着呢。小金，查一下32床家属电话。喂，是单先生吧？我是光明里医院的外科病房。哦，不，你母亲的病情目前还比较稳定。不过我提醒你们，病人刚做完股骨头和腿骨手术，体位不能移动，而且术后疼痛非常明显，病人很痛苦，所以你们必须24小时有人陪护，或者请专业的陪护人员。什么？单先生，我提醒您，她是你们的母亲，不是别人，你们看着办吧。畜生！他说老太太也不是他们撞的，谁撞谁负责，这是人说的话吗？你怎么又回来了呢？回去也是有他事。这孩子，谢谢啊。陈晓，还记得我吗？在基金会。32床的血糖指标不太好，这样会影响到他伤口愈合速度。另外，病人的精神状态很差，这可能跟他的睡眠情况有关系。不过要注意，昨天晚上疼得特别厉害，打完针也就安静了1个多小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了。其实，你没必要来医院，更没必要守在这儿。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难道真的是你撞的？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怎么想不重要，问题是老太太的家属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我怕你到时候就更说不清楚了。我不管他们怎么想，我只做我该做的事儿。可真是个倔孩子。我没觉得我倔，我要是错了，肯定不会坚持的。你觉得你没做错什么是吗？对。你们那个王律师走了以后，我也是想了很久才决定要过来的。想了很久？你都想什么了？我是想，如果现在把他扔在病房不管，和当初把他扔在大街上不管有什么区别呢？话是这么说，可是遇到这种事儿，你得理性的处理问题，不能感情用事儿。我没感情用事，这就是我思考问题的逻辑。那别人也许会用另一套逻辑来思考问题。你看，你没撞人，老太太跟你又非亲非故，那你干嘛死乞白咧上赶着照顾她呀？那你肯定是做了亏心事儿了。他们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反正我不能看着老太太在这儿没人管。来之前我本来是想请个护工的，可是他们说得先交押金，我又没那么多钱，就只能自己在这守着了。我这儿有。我不能用你的钱。不能白用。来，算你借的。等这件事完了以后呢，他们自然会把钱还给你。你见过他们家人吗？没见过，听说过。
那他们会认账吗？他们要不认账呢，咱俩就白账。不管怎么算，没有什么比你的健康和学业更重要的了。赶紧回去补个觉，别再耽误功课了啊！其实这事儿我可以和家里商量的。既然基金会已经答应接手你的事儿了，你就没必要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了。行了，干脆点儿，咱们这就去陪护中心办手续。走。林奶奶，你好点了吗？你是谁呀？我是那个陈晓的朋友，他让我呀帮您请一个护工，下午才能来。现在你有什么吩咐，就直接嘱咐我好了啊。不用。哎呀，任奶奶，瞧您说的，您现在躺在床上不能动，那不都得有人帮忙吗？陈晓说了，您家里人都忙，腾不出空。他一个男孩子在这女病房也不方便。真的不用。您别想太多了，您一个病人让人伺候那是应该的啊，别不好意思。来，咱们呀，先喝几口牛奶。哎，这就对了。刚做完手术的人啊，就得补充营养，这样才有体力好恢复呀。哎，哟，回来了。怎么了？别提了，那老太太不肯吃饭，我说我喂她的吧，她还不愿意，一蒸吧，全洒地上了，还溅我一身。你给老太太喂饭啊？啊，对呀。不是让你请护工吗？那护工下午才来呢，我也不能眼看她饿着呀。你把陈晓劝回去了？是，孩子真够倔。我要是不劝她，她还在医院陪着呢。昨天晚上已经熬了一宿了。哎，那老太太什么反应啊？不让陪，赶她走呗。不过那老太太看着也真够可怜的，伤口疼得要命，吃不下睡不着的。那你跟老太太聊怎么样？你别太指望了，那老太太倔的呀。我说我陪她聊会儿天吧，可她铁嘴钢牙，就是不搭理我。我喝点水行吗？这可不能太着急啊。说的轻巧，你要是在那儿你也得着急。人家护工来了以后要帮她换个尿不湿，你猜怎么着？她又刷又打，也不说为什么。人家护工都不想干了，害得我还得做护工的思想工作。这老太太还真少见，她家属到现在还没露面。下午好像来过一个，是他二儿子吧，还带着一个律师。带那律师来呢，就是跟老太太核对起诉书的内容的。快就起诉啊。哎，不过那老太太倔的吧，连那律师也不搭理，一声不吭。后来他儿子急了，说：“你要是不配合，就打不了官司，打不了官司呢，就拿不到赔偿，没有赔偿就付不了医药费，将来你要是残了，可没人照顾你。”哎呀，最后你猜怎么着？他儿子愣是拽着老太太的手，在那起诉书上摁着手印儿。啊，他们怎么能这样啊？这种冷漠无情实在太可怕了，对自己的亲妈都这样。是啊。喂，陈晓。什么？陈晓啊，你先沉住气，我们马上就过去。小李，你赶紧去开一封介绍信，抬头啊是开给陈晓他们学校的。啊，好。怎么了？老太太的家属啊都闹到学校去了。啊？陈晓啊上的是3+1的班，4年级要到国外去读，可是学校有规定，凡是有违法前科和涉及到有法律纠纷的学生，都会被取消资格。他们居然想出这么损的招来，这不是把陈晓往死里逼吗？是啊，我怀疑啊是对方律师出的主意，只要陈晓就范，官司都省得打了，省钱省事省时间。
这些当律师的，一天到晚就琢磨这种害人的主意。我没说你，我说是他们。这不奇怪，不是还有接生的大夫专干卖婴儿的事儿吗？行了，你们收拾一下，赶紧走吧。我们也不想把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可那一大家子，10几口人呢，堵在我们学校总务处，不让我们办公。后来学校的保安去了，还差点没出乱子。幸亏是我呀，及时赶到了，求爷爷告奶奶，总算是劝住了。所以说，闹事儿的不一定就占理儿。这个道理我也清楚，但是究竟谁占理，不是我们学校能够判断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这个责任。您说的没错，既然现在还不能对这件事的是非做出一个判断，那学校就不该以此为由做出对陈晓不利的决定吧？不仅这样呢，如果最终证实陈晓不是撞了人，而是救助了一位被撞的老人，我觉得他应该得到的是表扬，而不是惩处。看来你们还是误解了，我们学校没有认为陈晓撞了人，也不知道他究竟救没救人。我们取消陈晓作为交流生出国的原因，绝不是因为他上述行为本身的判断，而是我们学校有这样的规定：凡是涉及到法律纠纷的学生是不能参加这个计划的。那如果一项规定不辨是非黑白的话，只能说明这项规定有问题呀。有问题？没错，立规矩是为了什么？这个规定鼓励了什么，打击了什么？一个学生见义勇为做好事儿，非但得不到鼓励，反而因为这么个所谓规定，直接影响到他的学业。哎，这就是你们立这个规矩的初衷吗？二位，你们也是做社会工作的，有那么句话，你们应该了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们这个基金会具体什么性质我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们没有资格，没有权利来评价我们学校的规定和决定。那得看。校长，我们不是要评价学校的规定。对不起，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就不奉陪了。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到市教委去反映，好吧？苏记者来看您了，奶奶。任奶奶，今天我不是来看您的，我是来给您发牢骚的。人家陈晓从第一天开始就给您垫住院费、医药费，还整宿的陪着您。可您倒好，一张嘴就给人家要几10万，还要一直负责给您养老送终，你这不是逼人家陈晓倾家荡产吗？几10万？我没有钱。您是没要，可是您家里人今天在法院当众提出来的，上面还有您摁的手印呢。不是我，不是我。你说说，人家陈晓多好个孩子，人家本来根本就不用上医院来，天天陪着您，还不是看您身边没人管，这才又出钱又搭功夫的，天天往医院跑。可您那几个儿子是怎么跟法官说的？说他要不是做了亏心事儿，干嘛上赶着去医院啊照顾老太太？这是人话吗？他们任奶奶，我年纪轻不懂事儿，说话可能不好听。从现在起，我和陈晓还会天天来看您。但是您心里得明白，我们不是做了亏心事儿，更不是上赶着。那些把自己亲妈扔在医院不管的人，那才叫亏心呢。谢谢你啊，苏记者。哎，奶奶，你别伤心呀，奶奶别伤心，不哭啊，不哭。奶奶，我们吃药了啊。听话啊，来。哦，好，来。
吃了吗？啊，奶奶真乖。来来来，大夫说了，您得多喝水啊。怎么样？是你想象那样吗？挺好的，慈眉善目的。你是没见着，觉得不行了。啊？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奶奶，你怎么了？怎么了，奶奶？哎，护士长，护士长，你看，怎么了？你们都躲开去，别在这儿。哎，他刚才还好好的。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大夫，你看看，怎么回事？什么情况？脉搏很弱。快送观察室，来让一下。怎么样？还没信儿吗？没有，看样子像低血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医院干6年了，啥没见过。老太太手术后血糖不稳，一直吃着药呢。哦。护士长，她醒了吗？是血糖的事儿。今天吃血糖的药了，吃了。奇怪，一直给她用药，怎么会？您看看，是这个药吗？这是从哪儿来的？是这个药吗？没错啊。我问你，这药是从哪儿来的？他都给扔到床底下去了。他不要命了？我一直看着他吃的药啊，怎么会跑床底下呢？不，这个不怨你。这么小的药片，想要瞒过你的眼睛，太容易了。老太太这是想……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好了，那这事儿就交给明白人做吧。大夫怎么样了？问题不大，但是还需要留在这继续观察。家属注意，他身边得一直有人。好吧。好，谢谢。护士长来一下。小儿，今天下午没课啊？下午他们开会。谁们开会啊？学校召集出国的学生和家长，说出国的事儿。学校正式宣布你不能参加出国交流了吗？没有。那是你自己认为下午这个会与你无关。如果你不去开会，等于是你自动放弃了这个资格。对，我是放弃了。我不放弃又能怎么样？即使学校现在同意我去了，我去得了吗？哪儿来的钱？等到明天法院判决书下来，别说出国了，咱家就连买菜的钱可能都得计算着花。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呀？这两件事儿啊，看似有关联，可它们毕竟是两回事儿。对咱家来说是一回事儿，那你不能够放弃。学校没宣布取消你的资格，法院没宣判让你赔偿，你这种末日情节从何而来？可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那当然，因为你放弃了，你向你心里边的那个所谓的结果缴械投降了。您觉得还有戏？有戏没戏，去争取了才知道。
可我什么这个那个的，去开会，我跟你一起去。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今天请大家到学校来啊，是为了介绍一下交流学校的情况、1年学业的安排以及出国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我们对不起，打断一下，我想问个问题。请问您是？我是陈晓同学的父亲。陈晓，我们没安排陈晓来参加这个会吧？这也正是我想问的。陈晓拥有合法的学习，到目前为止所有课业成绩优秀，从没拖欠过学费和其他各种费用，从没违反过学校规定的校规校训。他本人和家里也从没申请放弃这次出国学习的机会。那么像今天这样的会，学校为什么不通知他和他的家长参加呢？这个咱下来再说，好吧？我们还是不行。陈晓和在座的所有学生拥有同样的权利。作为学校领导，您有义务立即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成了被告。我想请问，按照您的理解能力，被告这个词是否决定着一个人的品质呢？最起码他自身有问题，要不然他怎么会成为被告呢？好，我来告诉你，他出了什么问题。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真后悔昨天不该对他那个态度，说那些话。是你那个话可能是说的重了点儿，不过也不全怨你。原本有好多痛苦在他心里头啊，也积压的挺久了。我很难想象，他心里得有多痛苦，竟然能对自己下得去手。哎呀，老太太扔掉的呀，不单单是药片，也不单单是她自己的命。命都没了，还有什么？也许还有好多比他命更重要的东西呢。苏记者，奶奶让您进去。被救一方坚持认为，老人是被陈晓撞伤的，还以此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要求他做出巨额赔偿。这就是事情的始末。和陈晓一起去医院的学生中，今天有一位应该也在座。我再重申一遍啊，这个学校明文的规定，凡是涉及法律纠纷的同学是不能参加外事交流活动的。据我所知，任何一个公民是否具备出国的条件，都应该由公安部门对向国外境外派驻的机构严格审查。如果陈晓不具备出国的资格，学校就是想让他去，他也是不可能的。那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问，学校制定这样的规定，又有什么意义呢？无非是向学生们传达一个信号，一种导向：少管闲事，少惹麻烦。最起码我们这是在保护学生啊，这是我们的初衷啊。亏您还笑得出来。您认为学校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对学生的保护吗？这样的规定，保护的是冷漠，是逃避，是自私，是要把他们都培养成没有同情心、缺乏正义感、懦弱、卑微的冷血小人。
难道这就是学校的初衷吗？啊？您睡会儿吧。不想睡，想跟你说说话。这些天，您可是一直都不愿说。我有好些年呐，都不愿意说话了。特别是那些知根知底儿的人呐，我老躲着。为什么？臊得慌。闺娘，我跟你说实话，我有3儿子，2孙子，1个孙女。可没到8月15年30，家里头还就都是我一个人。那他们人呢？没有人来，都忙。那您老伴儿死了10好几年了，是车撞死的。那这10几年，就您一个人自己过？老三呐，跟着我过了2年，后来才娶了个有钱的媳妇儿，也走了。其实啊，也没什么，一个人过惯了，清静。那些日子，他们逢年过节的还来看看。后来我查出来有糖尿病，就再也见不着人了。他们是怕我花他们的钱。法院的最终判决还没有下来，陈晓究竟有没有出国的资格，还没有最后的定论。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支持，哪怕是精神上的。我不想让他周围的那些孩子们以此而得出一个结论：好事做不得，因为你们可能要承担你无力承担的高昂成本。我今天来，不仅仅是为陈晓申诉他应有的权利，学校给不给他出国的机会也没那么重要。因为如果陈晓输掉官司，我们全家也没有能力再供他出国学习。我只想告诉他，他做了该做的事，帮助了最需要帮助的人，哪怕因此受到冤枉，失去机会，我们全家还可能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作为他的父亲，我为他骄傲。我记得有个叫马丁·路德·金的黑人说过一句话：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我不想让我儿子做一个沉默的好人，因为今天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了，包括我们自己呀。其实啊，我觉着这当爹妈的，就是捡骨头，把命都掰碎了，喂养着这些小兔崽子。个人老觉着是自个儿亲生的，自个儿身上掉下来的肉，命都连着呢。可谁成想啊，
等着自个儿熬老了，熬的就剩了一把老骨头。在他们眼里头，你也就是把骨头了。好了，奶奶，咱不说了，咱说点高兴的啊。谁不愿意说点高兴乐呵的事儿？可我心里没有啊。奶奶，您千万别这么想。其实，各家有各家的苦，各家有各家的难。有的人呢，表面上看上去乐乐呵呵的，心里可不一定。您就说陈晓吧，因为您这件事儿，学校取消了他出国留学的机会，他们全家还得为您凑住院费、手术费。孩子别说了，我看得出来，陈晓是个好孩子。你把他带来让我看看他。他这些天不是一直都来吗？今天他们学校有事儿不能来，明天又要上法院，等忙过这2天再说吧。啊？明天又上法院？啊？是。那天是庭审，明天可能就宣判了。宣判？宣判什么？判他赔给我钱是吗？不光赔钱，从现在起，他得一直负责给您养老送终，就相当于你又多了个儿子。不，我有儿子，我有儿子。我知道，就是他们。闺娘，奶奶求你件事儿，你可得答应我。好，您说，只要是我能帮得上的，我一定帮啊。你呀，你尽快的把陈晓给我找来，奶奶找他有事儿，奶奶有话跟他说，你得马上去，要不就晚了。快！好。爸，您穿这身衣服这么精神，干嘛脱了呀？因为这不是为你穿的呀。您刚才讲话的时候呀，特别酷。我跟这词儿也沾边儿啊。啊，哎，他们当时看您的时候呀，那就跟看个英雄似的。那是他们错了，我充其量就是个英雄的爹。哎，这是我爸。猛大。喂，哦，丽丽姐，我的学校呢？好，我这就过去。嗯。哎呀，咱能不转了吗？咱能坐一会儿吗？你再转，我真要吐了。哎，你说老太这么火急火燎的把陈晓叫过来，想跟他说什么？哎呀，不好说。你不是号称福尔摩斯吗？赶紧分析分析。我分析啊，那肯定是有重要的话呗。废话。我估计老太太呀，要说实话了。我也这么觉得。家里那帮小兔崽子，我指望不上。奶奶，您别说了，您歇会儿吧。不行，我得说，要不然就得活活的把我憋死。
孩子，这些日子啊，我每次看见你的时候啊，就像有一把锥子扎我这心呢。我越想越觉着，我真的做的这不是人的事儿，我真的。奶奶，您别这么激动，会有危险的。我但能动弹点，我早从那儿就跳下去了。奶奶，您可千万别这么想。我这也是才想明白过来，我要是死了不要紧，可孩子你是冤枉，就洗不清了。你说咱俩吧，不沾亲，不沾故，平素都没见过面儿，就这么平白无故的让你受这么大的委屈，可你连一句怨言都没有。你说我这不是以怨报德吗？我真不是人了。奶奶，刚出这个事儿的时候呀，我真觉得特别的冤枉，也没少生您的气。可是后来，我爸还有丽丽姐他们让我想明白了，不管是不是受的冤枉，只要有人需要帮忙，我就不能装作没看见，我就不能躲开。今天是您，往后不管换做任何人，只要让我看见了，我还会伸手。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孩子，老天开眼，让我遇到了你这么一个好人。您别这么说，我帮别人，别人也帮我。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吧？您说呢？对，还是好人多呀。陈晓，老太跟你说什么了？说话你急死我了。来，陈晓，来，先坐下，慢慢说啊。任奶奶说，她当时被撞得疼了晕了过去，根本不知道是谁撞的她，而我是她第一个能抓到的人，所以她就赖上你了。他说他为什么这么做了？他那些子女根本都不管他，如果要没有人为这事负责的话，他可能就活不成了。啊，他活不成就拉你做垫背的，这怎么？别急，我估计老太太当时是疼晕了，一念之差的事儿。哎，不过咱们得赶紧通知雨家呀，有老太太证词，明天上了法庭可就不一样了。任秀英啊是原告，如果他改变了对事件的描述，那么之前的诉讼就根本不成立。那就是说，这个案子根本就不用打了。根据任秀英的描述，他只是说不能确定，并没有完全的排除陈晓就是肇事者的可能。所以咱们做的所有工作都还有用。当然，如果任秀英要是愿意作为原告，她可以直接撤诉。好啊，这不更简单了吗？大侦探，你觉得呢？你先说，我觉得你肯定有想法。如果任秀英撤诉啊，这个案子啊算是了了。可是根据咱们对他的那些家属的了解，他们很有可能以家属的名义重新起诉。当然，任秀英作为当事人，她的证词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我们依然要寻找更清晰、更有说服力的证词来证明陈晓不是肇事者。所以，证明陈晓不在场或找到当时的目击证人，仍然是有必要的。推论成立。不过，事情已经做到这一步了，我们自然要做到最好。如果现在撤案，之后又重新立案，陈晓还是会被纠缠在案子里，时间长了，他可能是真的失去出国的机会了。那你的意思是说，不让任秀英撤诉？对，一股脑的把这官司打下去。可是，你真有把握打赢吗？如果我们做不到，那今后再次面临诉讼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虽然以上推论啊都是成立的，但是我有个担心，即便是陈晓胜诉了，那么任秀英的现实情况怎么解决？我们不能真的看着老太太没人管吧？这是下一步。如果这个案子结了，我再反过来代理任秀英要求其子女行使赡养义务的案子。如果到时候他们还这样，他们将会成为被告。告这个好。既然这样，我明天就去向法院申请庭外调查。如果没有任秀英的证词配合，光凭李凯和小宋的监控录像，还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哦，对了，你们的网站弄得怎么样？哦，老刘呢帮着办妥了所有手续，只是内容还比较初级一些。那倒不怕，现在啊，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宝贵的。实在不行，咱们就多花点本钱，找一下其他的媒体。我们总编呢已经同意了，也协调了广告部，广告部也很配合，答应给1/12的版面，2给3天吧。哎，那其他的媒体呢？比如说电视台或者广播。那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基金会索性搞一个媒体见面会，来个全面总动员，向全社会寻求帮助。哎，行，网站的事儿反正已经这样了，我呢现在就回去让他把这个寻人启事赶紧给贴上去。啊，请看，这是我们根据沿途6个监控摄像头拍到的清晰画面。这是任秀英经过第1个摄像头的时间点，这是第2个、第3个、第4个、第5个。你少在这装神弄鬼，这破玩意儿它能说明什么？法庭提醒原告，在被告发言时要保持法庭肃静。被告方请继续。通过这6组画面上显示的时间和6个探头之间的距离，我们可以轻易地计算出任秀英是以正常均衡的速度在步行。那么，从最后1个探头，也就是第6个探头到出事地点之间，只有40米左右的距离。请记住，任秀英通过最后1个探头的时间点，13点26分。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陈晓骑车经过时被监控摄像头捕捉到的图像，请看。这是陈晓通过最后1个探头的时间点，12点52分。也就是说，陈晓在通过最后1个探头的时候，落后任秀英26分钟。按照任秀英步行的平均速度，陈晓在到达出事地点时，任秀英应该已经在光明里的自由市场里买菜了。换句话说，任秀英在被撞时，陈晓还在900米以外的地球卫视壁纸店里。原告代理人有什么要陈述的吗？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任秀英通过最后1个探头后，她有可能滞留在事故地点，或者说在这2者之间的某一点上。我想提醒原告方注意，任秀英清楚地表达过，在到达出事地点时，她没有做过任何的停留。那我们家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让车碰了，她能记得清楚吗？我再次地提醒原告方注意，这份调查结果是经过我们双方认可、法庭采信的，所以，我方的观点是，任秀英被撞时，陈晓不在现场。哪儿找这么个笨蛋律师啊？原告代理人有什么要陈述的？被告所提供的这些文件，大多都是推理，并不能成为证明被告不在场的证据。我想传唤我方证人林珊珊出庭。通知证人林珊珊到庭。林珊珊，请你描述一下当天你看到的情形。那天，林珊珊，请你大声地阐述，你要让法官和所有人都听到。那天我吃过午饭，去超市买了瓶洗发水，
在回学校的路上，看到一位老人摔倒在地上，周围有几个人在围观，我停下去看了看，后来我就走了。你当时在现场看见被告了吗？没有，周围的人我都不认识。我问完了。原告代理人是否对证人有发问？我想问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和被告认识吗？认识，我们是同学。第2个问题，你亲眼看到了谁撞倒了这位老人吗？没有。那你怎么确认他是被撞倒的？我是后来听说的。说什么呢？我认为证人和被告之间存在着或者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所以我方对他的证词可信度表示怀疑。还有，证人的证词并不能证明被告不在出事现场。哎，对，请证人退庭，现在休庭15分钟。咱们肯定赢，没问题。我跟你说，肯定赢了。哎，何叔来了啊！来了。您待会儿进了法庭之后啊，您别含糊啊，别一看妈那阵势，您再紧张，我就怕您一紧张，这腿在那儿一抖就麻烦了。我抖嘛，我又没办事不遂，我抖嘛。无论是法官呐、律师啊，谁问您嘛，您就实话实说。哎，走吧，走吧。对不起，可能我的证词帮不上你。啊不，你能来出庭，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天大的惊喜了。真不知道王律师怎么找到你的。不是他找我，是我找的他。当时在学校，听完你爸爸的那番话，就觉得心里特别别扭。当时我也在场，可我却选择了离开。而你，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太晚了。我爸说过，做好事什么时候都不晚。您刚才描述了您所看到的事情经过，那个后来扶起老太太的小伙子是他吗？是他。在那之前您见过他吗？没见过。在那之后您见过他吗？这不今天见着了吗？我还有一个问题，您在现场听到别人议论，撞倒老太太的是一辆电动车，是吗？是一个老太太说的。我问完了。原告诉讼代理人，还有什么向证人发问的吗？没有问题，请证人退庭。原告代理人，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再次提醒法庭注意，被告方的证词没有真正涉及到被告是否撞倒任秀英老人，只是一味的在推理。如果推论也可以作为证据被采信的话，我想问被告，如果你没有撞倒任秀英，你为什么要送她去医院？而且到了医院还主动交纳了手术费、住院费，这正说明他撞到了任秀英老人，自知理亏，他就是撞伤原告的肇事者。这叫嘛逻辑？现场保持安静。我想反问原告方一句：如果你在街上遇到相同的情景，人不是你撞的，你会出手相救吗？不会。这叫嘛玩意儿？原告方的推论明显已经离开了技术层面，试图从道德角度推论出对被告不利的结论。
对此，我只想说，他没有这个资格。按照原告方的推论，一个老人倒在大街上，视而不见或者袖手旁观的人才是问心无愧的。我想问，到底是什么样的道德水准才能产生这样的逻辑推论？这样的推论让我想起了不久前发生在本市的另一件事：一个优秀年轻的警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身负重伤，就倒在大街上，在雨水中挣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由此经过，或视而不见，或袖手旁观，以至于他失血过多，失去了抢救的机会。无论杀害这个警官的凶手是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凶手找到了自己的帮凶，那就是冷漠、患得患失和对正义的离弃。如果我们相信和接受刚才那样的推论，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帮凶。本案暂时休庭，本法庭将择期宣判。别灰心，我们会尽力。送走。你们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哼，还怎么了？心里憋屈的慌。王律师呢？我跟田师傅的感觉一样。我是真没想到，他们竟然在法庭上做出那样大言不惭的推论。就是，还律师呢，那样的话亏他说得出口。无良！你们试想一下啊，如果今天没有人帮助陈晓，如果陈晓一个人站在法庭上，如果陈晓败诉了，他会怎么样？陈晓为了帮助别人，可是他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件事情也许会改变他的一生，也许他家里的状况都会改变。是啊，我相信这样的事儿还会发生，还会有人袖手旁观。哎，我不那么认为啊，这得分人的。您不都说吗？那个，陈晓他爸爸就没含糊，赔钱赔，不让出国不出，这是爷们儿。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呀。人们的冷漠是有理由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出牺牲，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这是全社会，也是我们基金会应该做的事情。对于那些见义勇为的人，我们不能只是发一个证书，进行表彰就完了。我们基金会应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为他们排忧解难，任重而道远。你这话说得好，是个好标题，我得记下来。丽丽想得对，您这种务实的思路啊，是有必要让更多人知道的。毕竟不能让见义勇为变成一种奢侈品，让大家敬而远之吧。王律师说得好。老刘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哎，您坐着。走了。喂，哦，小孙啊，太好了，好，我这就告诉他们。怎么了？网络那边有消息了？不仅是有消息，直接有目击者找上门来了。陈晓，你别紧张，喝点水。王律师，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就是我们那个清洁4队的张师傅还有严师傅，他们是通过论坛联系到我们的，
说任秀英被撞那天，他们的清洁车刚刚好从那儿路过。来，快坐。坐坐坐。二位师傅，我叫王雨佳，是陈晓的律师。您仔细的想一想，那天撞人的那个小伙子是他吗？好像比他胖。绝对不是他。那个人比他胖多了，而且岁数也不对呀。那个人得有40往上了。哦，还有点谢顶。那天呢，我正推车呢，他看的比我清楚。哦，那再请您仔细的看一下，肯定不是他吗？怎么？不相信我的眼，还是不相信我的记性？两个人相差了10万8千里了，我还能看走眼？谢谢，谢谢你们。陈晓，来坐。坐吧。二位师傅，想必你们在网上对这件事也有了了解，别人把他告上。根据本庭调查，驳回任秀英及家属对陈晓提出的民事赔偿申诉。任秀英需在法庭限定的时间内偿还陈晓向医院垫付的诊疗费、住院费、护理费等，共计